繼台灣行，鍾祖康。台灣始終是常在我心的地方，已經有3年多沒有去了。終於在復活節前後和太太去了一趟，也是入住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南國大飯店，現在已經改裝為新義旅店。這家有點破落的飯店與我是有特別感覺的。3年前我就和另一位我很喜歡的女子在這裡待過，那種狂喜的感覺夢夢幻幻的猶在目前。棄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人不習慣失去，活不下去的。痛苦的失敗經驗告訴我，不能掌握現在的人大多下場可悲。於是我緊緊握住內子小小的手，在台北的街頭傾情感受這個我覺得最有生氣、最有希望而又最被華人污衊的華人城市，邁向閒適社會。台北的茶館，特別是咖啡店，很明顯比3年前多了，而且又添嫵媚。內子是歐洲人，喜歡旅遊，連台灣在內已經去過40多個國家。他對台北的茶館和咖啡店之多感到震驚，說這是他去過那麼多地方所沒有見過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他和我都感受得到茶館和咖啡店裡的閒適，裡面的人多的是在看書，而不是马經或垃圾漫畫。我覺得這種混合了知識的閒適是高度文明的一個標記。從這一點看，台灣已經把香港遠遠拋離，頭也不回地絕塵而去了。在那邊，我和內子幾乎天天都去 Starbucks 喝咖啡，去享受那裡的閒適和服務人員自然流露的和顏悅色。這些我們在香港的 Starbucks 是感受不到的，自然也沒有興致去了。居欲懷為志，果然舒適繁榮令人失控。內子已經一再警告，不可再多買書，否則後果自負。我也自以為已經練就坐擁書城而不亂的境界，誰知到了那邊還是失控，買了幾十本書，苦了自己也苦了他，而且絕大部分都是他不懂的中文書，那就簡直是啞苦了。期間我為了追尋孔尚任的小胡雷，踏破鐵鞋，誰知十問九不知有小胡雷此書。幹嘛我對小胡雷有那麼大的興趣呢？皆因我看桃花扇時讀過梁啟超的評論。依我個人的評判，小胡雷詞曲之美實比桃花扇還勝一籌。它的好處在不是雕琢，純任自然，無一鬥頂之句，無一強壓之韻，令人色受渾娛。最誘人的是他引了小胡雷32出秋宮博苑一段。你看，玉溪下多雲葉，長門內少明月，台陰上沒些熱，羅窪裡濕半截，長夜滴漏不潔，冷櫻火明復滅，嚇得我發淋淋似鬼拽，心躍起像蟲噬，一陣陣暗風起，一點點細雨撇，那監官正繞舌，怕君王沒分別，按生死關節，只爭今夜，這便是做工人服侍君王的活罪業。不壞吧？雖然我對中國並無好感，但中國書，特別是中國古書，是不可不讀的，否則你不知道他們有多荒唐，和不能用最傳神的中國話來形容他們的荒唐。反抗英國人的美國人也不會那麼笨，不讀英文書的。我跑遍了台北的書局，才得知明文書局曾印行此書，但都絕版了。我打電話去明文書局，原來這書他們只剩下1本做存檔用。職員說要請示老闆，豈料老闆願意割愛。我載心載奔跑到書局，那位老闆是位已經80多歲的老人家，出過許多很冷門的古書，連阮大鋮的《晏子建》和《春燈謎》等書也有，存貨也只有幾本。一如其他台灣人，書店的人都很熱情，我帶着他們的好書和好意滿載而歸。水湳洞別有洞天，在遠見雜誌小馬的盛情邀請下，我們去了他妹妹和妹夫開在台北縣東北角水湳洞的小魚咖啡。這個曾經是台灣盛產金、銅、煤的繁華地，單是採礦工人也曾有幾千的瑞芳小鎮，今天只剩下200居民左右，有一股肅殺之氣。但那麼少人也擋不住台灣人的咖啡痴情。
視野何須大，小魚咖啡就這樣靠山臨河的旁若無人，完全自我。原來他們两口子以前是在城市里做白領的，後來感到厭倦，就谢绝尘囂，到這個小鎮開咖啡店，粗茶淡飯度日。他們看上去才30多歲，若已感受到使迷途其莫遠，覺今是而昨非，是很有福氣的。到黄昏，我們走上當地台北縣瑞芳鎮聯動國民小學。以香港的標準而言，這小學算是很大了，但小馬說這小學的規模在那裡普通而已。走到小學東面角落的崖角，居高臨下，放目是幾乎180度全視野的太平洋，天蒼蒼，野茫茫。我夢想有天可以寄居於此。那次先回香港，我一個人多留幾天。我去找民進黨一些人聊聊，席間談到為什麼每次台灣舉行選舉，香港的民主黨利弊列隊而往觀戰，卻在香港搞得越來越窩囊。到底香港民主黨去台灣觀選戰有什麼得意，有什麼意義？我們忍不住相顧失笑。台南滿城鬼氣，我去台南參觀了城隍廟、東嶽殿、孔子廟。城隍廟確實不同凡響，而來了匾額高懸，正如該廟的小冊子上的解說，仿佛訴說着你來了又有幾個能逃，氣勢攝人。那24寺造型傳神，尤以當中專職下情上達，把人間善惡是非迅速回報城隍爺的速報司，兩眼圓睜，面目猙獰，一看我就想起香港特首董建華身邊的寵臣陸祥安。還有那個2.7米乘1.06米的大算盤，算盤的框邊刻有一副對联：善惡全由人自作，是非算定法難容。該廟的小冊子解釋說，大算盤則是城隍廟不可或缺的事物，象徵主神計算人間善惡是非。城隍出巡繞境時，大算盤也隨着同行。這個意念太奇絕，太嚇人了。再去附近的東嶽殿，那裡的鬼氣更有動感，整天有人在超度亡魂。起初我以為他們在超度新死的家人，但看他們不太悲傷又不像。原來他們來超度亡魂的大都不是因為家裡剛有人死掉，而主要是自己或家人最近覺得事事不如意，恰恰又有以前死去的親人報夢說在陰間有所匱乏，又或通過靈媒知道已故親人在陰間有所匱乏，以致他們在干擾世家人的生活，他們就會來這裡做法事超度亡魂，奉獻大量食物，焚燒我親眼看見的有過100斤的冥槍。他們說每次超度的收費從1萬到4萬台幣不等。總覺得整個台南市彌漫着一片陰陽鬼氣，幸好還有孔子廟，才感覺到還有一些不問鬼神的力量與之抗衡。儘管我對過分世俗也沉迷於秩序的孔子並無好感。孔子廟建於雍正4年，也就是1726年。大成殿內有清代至今的皇帝或領導班的御匾，康熙有萬世師表，雍正有生民未有，乾隆有与天地參，嘉慶有聖极大成，道光有聖協時中，咸豐有德祺酬載，同治有聖神天縱，光緒有斯文在茲，蔣中正有教無類，嚴家淦有萬世師表，蔣經國有道觀古今，李登輝有德配天地，陳水扁有中和未遇，一派皇恩浩蕩，都是中國儒家官話的見證。龍乃堂名不虛傳，臨走前我去了北投的溫泉，我叫朋友介紹一些便宜優質和正派的，結果我胡亂挑了名字怪怪的龍乃堂，去了才知進了寶山，但情況也頗為尷尬。原因是從來沒有去過溫泉的我，竟然找上這個溫度達攝氏68度的溫泉，熱得我無法行下水禮，待在池邊千夫所指，進退失據。幸而那裡的老前輩不吝賜教，我幾乎擾攘了2個鐘頭後，才成功把全身泡在熱湯裡，熬了20秒，就像火箭發射一樣脫水而出，有垂死之感。
但很快就覺得舒暢無比，空前痛快。這個溫泉建於1896年日治時代，水質屬酸性青黃礦，對皮膚病或關節病有巨大療效。那天池上一位台灣朋友說，他家在美國，每年回來一次，就是為了到那裡泡一泡保健。平民話是龍奶湯一貫作風，沒有時限，大他收費才70台幣。在此，香港的發展自回歸後日走下坡之際，台灣的發展是不斷向上的。只要你到過台灣、中國大陸和香港3地，只要你是沒有嚴重精神毛病，你必會同意台灣的發展是最健全、最可貴、最需要受到保護的瀕臨絕種華人社區。原載於2001年6月《開放》雜誌。